在这儿，元龙里630案，C2643。夏叔，您才来这么几天，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啊？才来几天，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档案室了。后来你毕业分配过来，我才调到了保障室。这么巧，我老汉退休前也是后勤部门的。我替的就是他，净给你们家补缺了。辛苦夏叔了。要不是冉队在领导面前软磨硬泡，提前建了个这么好的档案室。想找到这些陈年旧物啊，哎呦，那可不容易的啊！是啊，这里的设备都是最好的，系统都留了升级接口，再用10年都不过时。冉队当年还在的时候呀，就喜欢泡在这个档案室里。有时候我一抬头，就恍惚看见他就坐在那儿，一页一页的翻卷宗呢。这个是630案的全部档案，哎呀，我就不拉你闲扯了。想喝点什么？水就行，谢谢夏叔。行，快查吧。芭提雅公牌，黑袍子，烟头，线，中药，扳手。后备箱照片，皮鞋，皮鞋。小何，怎么了？夏叔，证物箱里的东西要是有增补，会不会忘了登记啊？绝对不可能，不管是物件入库还是有人借阅，那都得登记留痕的。借阅。小何，梁娟阿姨，专案组不是放假吗？你怎么又跑到档案室了？
我来查一下630案的资料。630案，不都结案10几年了吗？还有什么好查的？我想查查和案子有关的一双蓝皮鞋。梁娟阿姨，你晓不晓得？蓝皮鞋，蓝皮鞋，任队问起过。连队，又在研究什么新理论嘛？在想这个穿衣吃饭的问题。对了，正好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一双红皮鞋，一双蓝皮鞋，哪个颜色更好搭衣服？这得看是什么红色、什么蓝色吧。黄瓜好吃。这种红色，这种蓝色，你们怎么选？红色的好聊吧？对啊，蓝色不好配裤子噻。那如果在红鞋上包上蓝皮，你们会这么穿吗？红鞋贴蓝皮，你说，你冉叔叔是什么直男审美？不对啊，我明明记得小冉跟我说过，那蓝皮鞋是丢了，怎么是他给借走了呢？冉叔叔亲笔签名的字迹，我不可能看错。可能是那个时候你身体也不好，他不想让你再多操心吧。对了，刚才碰到梁娟阿姨，她跟我说02年的冬天，冉叔叔跟她提起过红皮鞋贴蓝皮的事。什么红鞋贴蓝皮啊？也许冉叔叔是觉得那双蓝皮鞋是双假鞋。假鞋，这90年代假冒的皮鞋确实不少，最假的就是那种纸皮鞋，就是那种硬纸壳贴上一层人造革。哎，那这就对上了，那纸皮鞋一泡水，那就脱皮啊。小冉应该就是那会儿发现这蓝皮鞋是假的。可是就算是双假鞋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线索吧？谢谢啊。欢迎光临。给这位先生也来一杯。不用了。洪泰先生，何警官，某某的案子不是老早就破了吗？这个还要查哦？徐某在芭提雅的时候，有没有穿过一双双鱼牌高跟鞋，蓝色的？没记错的话，当时在芭提雅的姑娘，从头到脚穿的都是老板统一定做的工服。不过某某后来在足疗店穿没穿过，就不晓得了。 02年的时候，冉警官有没有找你再问过啥子？我记得97年的大雨天。谢谢你，苏医师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再见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冉帅哥。 冉帅哥太可惜了，那么好的人就这么走了。李疫情好。何警官，好久不见了。
是丽丽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跟梦梦不熟，她遇到的事情我也不晓得。都是按照颜色分类排列。这个武神楼有强迫症倾向啊。02年的时候，冉警官他确实过来找过我。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。来，先喝点热水。谢谢谢谢。招牌菜来喽，精品毛血旺。哎，2位慢用啊。哎呀，冉警官，一点啷个多菜，就我们2个人吃都吃不完，好破费哦。不破费，吃不完可以打包。谢谢冉警官。客气了，我还需要请你帮忙呢。啊？你帮我回忆一下，徐萌当年在足疗店上班的时候，有没有穿过一双蓝色的皮鞋？蓝皮鞋。哦，有嘞有嘞，他那个蓝皮鞋很高很扎眼。你也晓得，在我们那个足疗店上班，大家都想穿得显眼一点嘛，好招让顾客多赚点儿。那双鞋是真的，还是假的那种纸皮鞋？肯定是真的。我们虽然家庭条件一般，但是他对穿衣打扮那种很挑剔，不可能穿假鞋子。再说了，足疗店嘛，经常沾水，如果是纸皮鞋的话，早就坏了。咋个会是这样？就是这个表情，冉警官当时就是你这个表情。喂，你刚给谁打电话呢？我这儿有个新发现，吴山龙是被陷害的。哎，没事吧？老汉儿，你这是要离家出走啊？案子不查了？谁说不查了啊？换个地儿查。换哪儿啊？哎，到底啥子情况？他们这个啊，你观察得很仔细。这鞋架上的鞋呢，都是按色系排列的，唯独这双蓝鞋位置不对。能用假蓝鞋栽赃吴山龙的人，一定对他的作息时间非常的了解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潜入。可他千算万算，却算漏了吴山龙的强迫症。啊，还有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能够栽赃吴山龙的人，要同时符合4个条件：第一，和徐家妇女有过节，或是受命杀人；第二，能同时杀死他们2个人，并且分尸，这一定要具备相当的体力，而且学过技功。
第三呢，就是在警方发现吴山龙之前，就知道他是恋物癖，而且也了解他都喜欢收藏哪些东西。第四，就是非常的了解袁隆礼，能够准确避开监控，同时还能够掌控吴山龙的行踪。我仔细地盘了盘，上面这些人都不符合这个条件。老汉儿，你兜了这么大一圈又绕回原点，不是等于啥子都没说吗？怎么是什么都没说呢？我们回到原点，小冉也会回到原点。当年他到这儿肯定也是断了。你想一想，下一步他应该去哪儿查呢？重心就在这儿，袁隆礼。早点开锅盘了！火老，火老，火老，你42层小苏大吗？还有的没？这是爪子，会有没？为什么有啊？这楼不还有1个月才拆呢吗？小的要子，你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，还来添啥子乱嘛？保证不添乱，就来怀几天旧。等拆迁的时候，绝不拖后腿，到点准办。哎，火老，火老，我。快到了啊！这是王木銮的房子，整栋楼就只有这套房能租了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就这地方还花钱租呢，这楼里这么多空房，随便进一家不就得了？你呀，还是嫩，啊，哎，停手，先别忙那个，哎，把水做上，泡好茶，等着迎客啊。这破房子。哎，来了。何警官，何警官，哎，里边请，来，何警官，哎呦，你看何警官搬来，哎呀，在何警官那点肯定不客气噻。弟兄们，欢迎何警官乔迁新居。何警官，你呀来的正是时候，这下好，终于给我们补充了一员大将啊！对嘛，补充大将嘛。我来呢是有任务的，得麻烦你和大家呢帮我打听一下2002年冬天冉警官在袁隆里的一切信息。他见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，这些我统统都要啊！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嘛。对，没问题。今天我们这个人好像来了个全，我建议啊，我们建一个群，大家听到啥子消息呢，直接发在群里头。有的。来，上马。都加上了啊，加上了啊。哎，我都通知了你们几个噻，还有哪个要来嘛？都来了对嘛？都来了噻。没得了。何警官，这个楼破破烂烂、鬼气森森的，搬进来住不利于你身心健康噻。万一闹毛病，再闹毛病，你又不是我儿子，
我的身体用不着你操心。何元浩，你现在既不是警察，又不是业主，你莫要再给我们车前班找麻烦了嘛！真是，哎，睁大你的这个鬼眼看清楚啊！要签字有签字啊，要印章有印章啊！我是合法租户，谁给谁添乱呢？啊！哎，钱川子，你在我们的拆迁协议上耍花招，讲好的补偿没兑现，你这么干，拆老子房子至少要1000万，少一分都不干！1000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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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0万！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继续喝茶。水好了吗？口号周齐，人在家阵，口号等待，条件不合，坚决不卖。人在家阵，不怕等待。哎，老汉儿，这不能明天再收拾吗？哎，正事儿还没开始干呢，啊，忙完再回家睡觉。你真的不需要我在这儿陪你啊？这回搭档啊，我主内，你主外，两头堵，我就不相信查不透这个案子。哎，起来起来，干活啊！哎，帮我看看点。老汉儿，你这个配置，专案组都比不上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何组长，下一步还有什么指示？我可不是什么组长，这组长啊是你冉叔叔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猜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如果我是冉叔叔，到了袁龙里，一定会先用特雷莫算法。扫楼就交给我，明天我就把这楼里和630案有关的地方全盘他一遍。那我去趟物业查一下02年的住户和租户名单，问问当年冉叔叔有没有去找过他们。行，就这么办啊！赶紧回家吧，早点休息。咋个岁数大了，精力还这么旺盛？你老汉儿一档是绰绰有余噻。不要忘记吃降压药，忘记风大，记得关窗。啰里吧嗦的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我走了，师傅。然，一直都是你喊我师傅，其实
才是我的事。一天到黑恁个打游戏，老娘生个包子都比你强。火叔，小心蹲墩儿。火叔，听说你搬过来了。这么多人都搬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啊？我不搬，我这个店签了长期租约嘞，我又花了好多钱装修，切出来只切到今儿，他违规拆迁还1分钱不给老子，太气不人了，老子必须和他顽抗到底。哎，加这个群。丁群儿，哎，做啥子？都是友军，还有组织嗦。哎，何叔，你咋这个时候搬过来了？有案子要查？哎，我问你啊，2002年冬天，你有没有见过冉警官？本来我是不能跟你讲的，不过现在应该是可以了。说。给老子滚出来！你要不把鼠标给我，我绝食1个月。我好怕你哦，你绝食1个月。大姐，冉警官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赶紧帮我把那个瓜娃子揪出来嘛！做网管你不让，开网吧你也不让，
我现在就开庄和凤姐，你个人去嘛，哪个怕你吗？杜明亮，你听我讲，你不管是当网管还是开网吧，都需要先学好技术。现在网上就有函授课，你可以报个计算机专业，在家就能学。在哪儿看到的？我可以帮你报名，但是你得先吃饭。啊，无赖仙人，你吃饭。一天天的。大姐，问你个事儿，今年夏天的时候，你有看到陌生人去1703吗？你说幸福的那一家呀？他们家的门一向都是关起的，我就见过一回他家开门，当时那个屋头全是警察。对了，您见没见过那种双层皮鞋？啥子？就是里面一层皮，外面还包了一层皮的仿名牌鞋。纸皮鞋我倒是见过，这个双层皮，做鞋子的那个人怕是脑壳有包哦。好好的一双鞋子，他为啥子要多包一层嘛？我确实见过这种鞋。那做那种鞋子的肯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你想啊，2层皮还要包得跟正品一模一样，那个不好搞。那您认不认识这种老师傅？不认识。哎，但是你可以去找那些卖假鞋子的问噻，他们肯定认识。然后冉警官就走了，走的时候还特意关照了一句：要是碰到了何警官，千万不要讲他啥子时候来过，也不要讲他问了啥子问题。哦，何叔，你不是冉警官的师傅吗？他咋个瞒到你呢？双层皮鞋，卖假鞋的。对了，你猜我在夜市看到什么了？啊，失踪女人穿的那款蓝皮鞋，叫双鱼牌，好像是个名牌，还挺贵的。我说你怎么没顺便把你这脑壳也打扮打扮啊？这夜市卖的名牌能有真的吗？哦，何叔，走了。物业名单先放一下，你去趟工商局，查一下97年江边夜市的鞋帽摊贩的名单，啊，挨个跟他们联系，问一下小冉当年有没有找过他们。要查所有商贩吗？所有的。那工作量可大了。哎呀，快去快去啊！你给个准话，7000款还能不能谈？要不然我们那帮老骨头都是死也要死在元龙里。人在家在，人马等待，条件不好，坚决不卖。大家先冷静一下好吗？你们随便闹，那种7000款多一分都没得。你时间一到，我就带着保护队买炸药，哪个不走，炸药就埋在那个家门口。是前年的鬼儿子，你敢瞒，老子拉你重归一线！你别再说了行吗？我才是项目负责人，你只需要做好配合。都是老街坊，你这么连唬带骗的有意思吗？我配合你，元龙里老街坊哪个不晓得你是啥子出身咯？哼，有些人啊，心里脏，眼睛看什么都脏。何警官，这些都是业主的事情，跟你这个祖父没得分钱关系嘛。老钱啊，你这年纪也不小了，口臭的毛病也该治治了。说的太对头了。我强调一下啊，大家呢要合理合法的提出诉求，不要有组织无纪律。人家小乔也是为了工作，但方式方法和某些人那是天差地别，所以不要搞无差别攻击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是不是？
那我马上退去。何警官，何警官，你刚才讲的话很有哲理。今后我们绝不再为难小乔姑娘。不为难她，不为难她，不为难。哼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债加债，不怕等待，条件符合，人债加债，人债加债，不怕等待，条件符合，先借后买。放心啊，有我在，出不了乱子。谢谢何叔。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。哎，啊，能不能再拖一拖这个拆迁的实现呀？何叔，您怎么也掺和进来了？小冉走之前有个小遗憾，我必须要在园龙里住一段时间，帮他把遗憾补上，了却他的心愿。好，我一定尽力争取。哥，你帮下小妹嘛，小妹这一辈子啊。喂，您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出租的铺子，97年是不是租给过一个卖鞋的女老板？哎呦，97年，记不到了。她短头发，很热情，每次有人路过她的摊位，她就拉着人家来看她的货，还说什么大锅帮小妹，小妹记大锅一辈子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肯定是刘桂芳。她后来交不起房租，非要拿那些货来抵。说的就是这些话，哎呀，我当时心一软，就没跟他计较。那他后来去哪儿了？哎呀，给你打电话，咋个还关机了？你晓得97年江边夜市有好多商户没？500多家，我就是有3台手机都没得电嗦。有结果没得？冉叔叔当年联系过这个叫刘桂芳的人，这哈儿。听说刘桂芳搭上那个麻将馆的老板是个拆迁户，村头房子拆了好几套，早就发财了。哎呀，你打起电说了嘛，你就帮他妹妹，你们几个过一辈子了。要得要得，啥来姚总？你好，干嘛去？5年前在江边夜市，你卖给我一双凉皮鞋，是一双纸皮鞋。啥子？5年前？都5年了，大哥，你还蛮记仇的哈。你这个人呢，我肯定是不记得了，但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卖过假鞋。
要不这样，来，假一赔10，要得不？你当年也卖过这个双鱼牌的鞋，有好几种颜色。你知不知道魏阳谁会做这种双层皮的鞋？双层皮鞋，我看啊。麻烦就这样看。双层皮鞋还蛮新鲜的哈。看这个贴面跟做工，应该是平赵县鲁师傅的手艺吧？你不晓得吧？鲁师傅当年可是魏阳的假鞋大王哦，做的那个鞋类叫以假乱真哦。平赵县。13年了，也不知道这个鲁师傅还在不在。这条路，冉叔叔当年也走过吧？终于又续上了。听见一个声音在谷底，带着疯狂歇斯底里，看着梦里熟悉的自己，与其回避，思绪游离。那曾是很遥远的记忆，我祈祷着我的命运。那是专属时间的秘密，无人提起才算秘密。谁完整这一片谎言的谜底，一句句组成了谁的心里，也属于所有答案的终局，属于这片荒地。谁来自这对过去的人群，抚摸着一具生锈的躯体，把秘密藏进第几层楼梯，掀不起一丝涟漪，涟漪。谁完整这一片谎言的谜底，一句句组成了谁的心里，也属于所有答案的终局，属于这片荒地。这对过去的人群，抚摸着一具生锈的躯体，把秘密藏进第几层楼梯，藏进黑夜的孤寂。